我是一个贝塔，和协议结婚的 Alpha 相爱3年后，他开始嫌弃我嘴不够甜，腰不够软。结婚纪念日，他的新宠 Omega 对我颐指气使，让我给他倒酒加菜。逢年只是淡淡地道：“于白，你以前很懂事的。”我了然点头，第二天就把离婚协议书递到了他面前。他冷笑一声，签字的手却毫不犹豫。于白，你长本事了，离婚半年后，我跟别的男人打得火热，他却疯疯癫癫的跑到我面前，痛哭流涕的给我下跪。于白，重来一次，求你原谅我吧，我最爱的人只有你。笑话，重来一次我就要原谅你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？和逢年协议结婚的那一天，我没想过他会爱我，他爱我的那一天，我没想过他会不爱我。别墅依旧是空荡荡，冷个人淹没。半梦半醒间，我被逢年的动作惊醒，他满身酒气的压在我身上，眯着眼醉醺醺的看着我。我怎么会娶你这个贝塔？木讷又无趣。协议结婚后，你家受到的恩惠不少吧？怎么就学不会腰肢软一点，嘴甜一点呢？我看着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心一阵刺痛。这还是跟我相爱3年的男人吗？他的身上沾染的莫名香气萦绕在我的鼻尖，让我作呕。我的手撑着他的肩膀，猛地将他往后推。他一个无力跌坐在地上，恨恨地看着我要说些什么，却在酒精的加持下毫无震慑力。我忍着心中酥麻的痛意，把东西扔到他的身上，不解气地踹了他一脚。逢年，你王八蛋吧！我摔门出去。夜半的风很凉，却不及我心凉。我漫无目的的走到一家咖啡馆，捧着一杯咖啡不知所措，直到旁边的人递了我一张纸，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满脸泪痕。我掩盖似的低下头。见笑了，那人并不打算多问，甩给我一包纸巾就离开了。我泪眼婆娑的看过去，只看见一双长腿。天刚蒙蒙亮，逢年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带着宿醉的沙哑：“在哪？怎么还不回家？昨天的事是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和那些人都是逢场作戏，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回家吧，我在家等你。”我精疲力竭的回到家，逢年那一身宿醉的衣服还没有换，褶皱的衬衫带着难闻的气味，他头发凌乱地点起一根烟。于白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疑神疑鬼的人，我工作这么忙这么辛苦，你应该体谅我，心被揉碎了又切片。我拿起手机，把前2天上了热搜的视频找出来，扔到他脸上。逢年，不是我变了，是你变了。他没说话。我爸的电话先打了过来，他在那边对我破口大骂，说我没本事，不是一个 Omega， 连个男人都管不住，让他在家族里面抬不起头来。逢年抢过我的手机，对他冷声训斥，像是他爱我时那样。但我清楚的知道，他对我的爱已经快要消散了。回家后，我爸的巴掌就扬了下来，让逢年一把挡了回去。看到逢年后，他立马谄媚了起来：“于白这孩子也真是的，你回来怎么也没提前告诉我，我好让人准备你爱吃的东西。”我冷笑一声，不爱看2个人的寒暄。有逢年在，他想骂我的话都咽进了肚子里。逢年说：“网上的事是我对不起于白，您别怪他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就好。”他连连点头，好像逢年才是他的亲儿子。也对，他一直想要个能力强悍的 Alpha 儿子，再不济也是个有用的 Omega， 而不是我这种在他眼里连人都算不上的 Beta。 于白这孩子从小就性子倔，不懂事，你多包涵。说完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觉得无趣，把酒杯往桌上一放，清脆的声音惹怒了他。于白，别逼我打你。逢年站了起来，挡在我身后。您打一个试试看。我爸讪讪一笑，缩着脖子坐到了座位上。我也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就是成交那块地。逢年不动声色，都是自家人，你喜欢就给您了。我看见我爸笑得满脸褶子的样子，恶心的想吐。逢年拉住我的手，想要安慰，我不着痕迹的抽了出来。
我和冯年的初相识，就是我爸准备卖了我这个儿子的开始。多讽刺，我在他心里只是一个可以交换的物品。和冯年分开后，我再也没像从前那样给他打电话发微信，询问他今晚怀里的 Omega 是哪一个。他默认我变成了之前爱他时的模样。过几日是我爸的生日聚会，他早早的打来电话，对我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一定要把冯年带去。我冷淡的回应了，却对着手机束手无策。如果可以，我不想见他们任何一个人。冯年的电话解救了我的燃眉之急，他那边的声音很嘈杂，依稀可以听到很多人的娇笑。于白，过2天我会陪你一起回去。他还没有把话说完，电话就被挂断。我隐约听到有人说：“冯总，快来一起玩啊！”那声音我认的，是近期在他身边待的最久的 Omega， 也是网友戏称最能把我这个原配打败的 Omega。 我跌坐在地上，任由玻璃的碎片划破我的腿。我像是毫无知觉般对着空荡荡的房子了无生趣。宴会上，冯年如约而至，我爸乐开了花，连带着给了我几分好脸色。他们在一旁觥筹交错，我疲于应付众人，只能躲在一旁吃蛋糕。你这个贝塔也太没有用了吧，不能帮冯年哥分担，反而到处给他找麻烦。热搜上的 Omega 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凭借他作死的性格，迟早会找到我，只是没想到他这么大胆，想要在我爸的宴会上闹事。他趾高气扬，对着我指指点点，料定我不会在今天闹事。只可惜他想错了，能给我爸找点麻烦，我真是太乐意了。他三言两语没将我触怒，反而被我漫不经心的样子气到。于白，你配不上冯年，离婚吧，否则有你好果子吃。我斜了他一眼，让冯年亲自来跟我说。他恨恨的一跺脚，伸出手将我推倒。我跌落在一个滚烫的胸膛上。身后的人漫不经心的说：“除了哭就是被推，你都不会反击的吗？”还没等我反驳，那个 Omega 就急得跳脚，对着我们指指点点。好你个于白，原来是早就有情夫了吧？我现在就要去告诉冯年哥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他们 Omega 都这么单纯的吗？还真是蠢得很啊！我抬手给他鼓掌，为你加油。身后的人传来轻笑，我不解的回头，这人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他老神在在，低下头凑在我的耳边，看来那天确实哭得厉害，恐怕连我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吧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没有言语。这个叫舒雨的 Omega 可能容不得自己被忽视，在旁边急得跳脚，一直吵嚷着要跟冯年告状。我让他去，他又偏偏不动。僵持中，冯年突然朝这边走过来。这是怎么了？还没等我说话，舒雨就麻里啪啦的说了一堆，吵得我耳朵疼。我似笑非笑的盯着冯年，他走过来拉起我的手，与我十指相扣，冷言厉色的呵斥了舒雨，像变脸一般柔声跟我道歉。这些话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我从最开始的吃醋伤心到现在已经丝毫不起波澜了。冯总真是唱的一出好戏。旁边的人嗤笑一声，冯年这才抬头看他，目光极不友好，似是向我询问一般。这位是？他抢在了我前面。魏明。我父亲匆匆赶来，正好听到了他说的这一句，立马挂上了谄媚的笑，把我挤到一边，要跟他握手。原来是魏家的小公子。魏明淡淡点头，我父亲也不恼，竟然还喜不自胜。我抽开被冯年紧握的手，不管身后人是怎么想的，转身离去。只是没想到，我躲在角落里，还有人能找到。遇到事就知道像蜗牛一样回到壳里，你还真是没出息。我忍不住呛声，你怎么这么闲？哪里的事都想管。魏明也不生气，依靠着树干俯身低头，喂，他对你不好，为什么还不离婚？我长舒一口气，默念不生气，还是忍不住站起来跟他对峙。魏明，别以为你长大了我就认不出你了，你要是有礼貌就应该叫我一声学长。他显然愣住了，支支吾吾的不敢与我对视。原来你还记得我和魏明的相识是一场意外。
第一次见面，他落魄的像是路边上的乞丐，被老师误会，被同学霸凌，因为还没有分化，处处被嘲笑。谁能想到几年后，他竟然成了天资卓越的 Alpha 呢？你小子的确很让人难忘。魏明分化时，差点引起一场暴乱，还是我带着他逃离众人来到医院的。有时候我时而庆幸自己是个贝塔，时而怀疑自己为什么是个贝塔。逢年回家后，朝我发了好大的火，他把我逼到夹缝中，俯身将我圈入他的胸膛。Alpha 的压迫感使我心慌不已。我不明白，逢年又在发什么疯？于白，你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你跟那小子到底怎么回事？逢年眉眼间的戾气浓重，我的心脏紧缩。相爱几年，他竟然这般不相信我。我猛地将他推开。逢年，你别太离谱。你跟那 Omega 亲亲热热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考虑过我？我不过是跟一个朋友说了几句话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质问我吗？逢年被我说的哑口无言。他不甘心一般，反正那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离他远点，简直可笑。逢年很擅长为自己辩解，最开始他跟哪个 Omega 走得亲近，还会神情急切的跟我解释。到后来我的心越来越冷，他也像无事发生一样，维持着表面的和谐。逢年，现在的你真让我觉得恶心。他夺门而出，巨大的关门声将我的心震碎。我还记得他之前信誓旦旦的说会永远圆我，护着我，坚决不会让别人欺负我。如今他却食言了。逢年一连几天没有回家，我也习惯了上班回家看不到他身影的日子。繁忙的工作压在我的肩上，接到逢年兄弟电话时，我还一阵意外。听说逢年喝醉了，我还是不忍心将他一个人丢在那里，开车去接他。不夜天的顶级包房是我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，他总说这里吵闹，让我乖乖在家等他。如今一看，果然是纸醉金迷的好地方。包厢外吵吵嚷嚷，我刚靠近门口，就听到逢年的笑声。他似乎在与什么人交谈，那人还在劝诫他，听说冯总家里有个贝塔，怎么没想过换个口味，尝尝 Omega 的滋味？要知道，那信息素水乳交融的滋味可是人类顶级的享受。那人猥琐又恶心的语调让我想吐。可恨的是，逢年嗤笑了声，却并未反驳。我的心凉到了谷底，握着门把手的手一松，手中的电话又响起，是他朋友的催促。我不耐烦的挂断了电话，回了他4个字：自生自灭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因为分神撞上了一棵树，连日来的情绪瞬间爆发，我趴在方向盘上哭了个够。泪眼朦胧时，不经意的一个抬头，竟然看到魏明神色复杂的站在我的车前。我连忙擦干眼泪，调整好情绪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今晚跟朋友聚会，出来时就看到你神情恍惚地上了车，怕你有事就跟了过来。我像是提线木偶一般，跟着魏明办理各种手续，直到他把我送回家，我才堪堪回过神来。今天的事谢谢你了。魏明没说话，只是点了一根烟，呛人的烟草味儿扑鼻而来。给我来一根。我捏着烟的手在抖，几次点火都点不上。魏明接过我手中的烟，递给我一颗水果糖。不合适的东西就不要尝试，不合适的人也可以丢掉。魏明的话在我心中种下了种子。比种子发芽更快来临的是我和逢年的结婚纪念日。逢年提前订好餐厅，等我到了有一阵后，他才姗姗来迟。他衣着凌乱，衬衫领口大开，看到我注视他，又不自在的把扣子系上。侧身低头时，我看到了他胸口上的红痕，手一阵发麻，不小心碰到了桌子上的刀叉，发出了刺耳的声音。以往逢年最在意这些细节，今天可能是心虚，只与我说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话语。他神情恍惚，我怀揣心事。打破这场古怪聚会的居然是舒雨。他盛装而来，强插进我们之间。逢年默许这一切，我决定放手，也无心理会他的挑衅。舒雨却不满意，
非要作妖，让我给他加几道爱吃的菜。听说这里的酒最好喝了，哥哥能给我倒一点吗？舒雨扭来扭去，也许是心态变了，看到这样的 Omega， 我竟然还有点想笑。舒雨，你别太离谱，自己没长手吗？舒雨不高兴的瘪瘪嘴，眨着眼睛看冯年。冯年抬头示意我，舒雨是咱们公司的代言人，以后帮咱们公司赚钱的地方多着呢。不过是杯酒而已，于白你不会介意的。一旁的舒雨趾高气扬的盯着我，认定我会低头。我没动，冯年对我很是不满。他敲敲桌子，于白，你以前很懂事的，那张让很多 Omega 魂牵梦萦的脸，在这一刻变得面目可憎起来。你父亲把你卖给我的时候，可是低三下四求了我很多回的。端茶倒水，哪样事你少干了？为了咱们公司，你也别再装什么清高了。冯年的话像是利刃刺穿我的胸膛，我已经感受不到疼痛。都说爱人的话最痛，因为掌握了彼此的软肋，刀尖刺向对方的时候，必然薄不留情且一击即中。他分明就知道，被迫跟冯年签订结婚协议时，我有多么屈辱。若不是想让我弟弟好过一点，我怎么会嫁给冯年？只可惜弟弟还是没有撑过去，走在了那年的冬天。后来我和冯年在相处中逐渐相爱，我也没想到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。我缓缓站起身，浑身酥麻，有些踉跄。我拿起酒狠狠地砸在了舒雨面前，他被我吓得尖叫乱跳，像是乱窜的猴子。你不是喜欢喝吗？留着这瓶酒慢慢。冯年打电话要我去公司的时候，我已经准备好了离婚协议书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憔悴又阴郁，哪还像当初那个小太阳的样子，也难怪冯年不会再爱我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会好好爱自己。冯年背对着我，细数我昨日种种的荒唐作为，他让我去给舒雨道歉，我却先一步拿出离女图办议书。比起我道歉，他应该更想看到我们离婚，我赤条条来，空荡荡走。这份离女林办议，冯年也挑不出毛病来，他像是赌气一般，飞快签上了字。于白，你可真是长本事了，他笃定我会后悔，毫不犹豫的跟我办理了离婚。从公司出来那刻，空气都是新鲜的，可我还是忍不住去跟余竹大哭了一场。看着他小心翼翼、笨拙安慰我的样子，有朋友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件事。余竹陪我回到家，我只拿了几件衣服和一点小玩意儿。临走时，我看向余竹，关上门，我就要开启新的人生了。他笑得温柔，祝你璀璨，离婚半年，我满世界的飞，用工作填满自己的生活。生活中唯一出现的意外就是魏明，我总是能在不同的地方和他偶遇，久而久之，我也察觉不对。可当我问他时，他也只是支支吾吾说自己路过。我不理他，他就整天凑过来，活像个跟屁虫。要不是我父亲的一个电话，我想我应该很久不会回到这里。他对我和冯年离婚很不满，把我叫到家里臭骂了一顿。巴掌再次要落到我脸上的时候，我推了回去。他老了，也开始害怕。见冯年没有撤资使坏，就骂骂咧咧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如今又看我和魏明走得近，不知道又打的什么鬼主意。听完他的话，我把东西重重往地上一放。你这是准备把我再卖一次？他很不满，脸上的褶子堆在一起，满脸不屑。什么叫再卖你一次？你一个贝塔能嫁给冯年已经是万幸，我倒是没想到你这么出息，连魏家的小公子都搞得定。看着他这张丑恶的嘴脸，我这些年一味的忍让都成了笑话。别做梦了，这次你已经没有什么能拿捏我的了，想来这个家以后我也不必回了。他摔了杯子，气急败坏。你要是敢滚出去，这辈子就别再回来了。这个破破烂烂的家有什么好值得留恋的呢？我突然有些迷茫，不知自己身处何地，想要给余竹打个电话，又不想让他跟我一起难过。我正发愣，魏明的车停在了我面前。哟，在这装什么深沉呢？魏明才是人心中的小太阳，而我充其量不过是个假太阳而已。
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怕你爸一拳给你赶出家门。我点点头。魏明无语，那老东西还真是死性不改。他要是拿什么威胁你，你可别答应。我忍不住开口，心又忐忑，生怕自己会错了意，平白闹了个笑话。魏明摘下墨镜，随手放在一边，满脸笑意撞进了我眼里。你放心，我虽然喜欢你，但我知道你不喜欢他。他坦坦荡荡的说出来，让我手足无措，我手都不知该放在哪，欲言又止。魏明却比我大方，不要有心理压力，我说喜欢你就是喜欢你，你可以不对我做出任何的回应。等到你什么时候想要开启一段新的恋情，优先考虑我就好了。我小声说了句谢谢，瞥到后视镜的时候心头一愣。魏明疑惑的看我，我摇摇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我总觉得有人跟着我，一回到这座城市，逢年的消息就铺天盖地而来，吵嚷着最欢的舒语，却也被逢年踢下了局。如今我也能用一个平常人的眼光看待他。唯一难缠的是我的父亲，我以为那天我说的话已经够清楚了，可他竟然还没有死心，竟然在宴会上给我下药。我难耐的跌坐在角落里，扯开自己的领带，浑身的燥热将我淹没。我痛苦的掐着自己的皮肉，我一个贝塔无法受信息素的影响，他竟然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来逼迫我，简直恶心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警惕的站起身，将自己贴在墙上。那人来得飞快，我握紧拳头准备打过去的时候，魏明焦急的扶住我。你没事吧？我放松了下来，泄了劲瘫软在他怀里，难耐的蹭着他。魏明的耳根越来越红，他手足无措的盯着我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中招了。魏明的锁骨白的晃眼，顺着被我蹭开的衬衫向里探，腹肌紧实有力。我有些嫉妒，怎么我练来练去就只有薄薄一层？手不自觉攀上了他的腰，眼里也越来越朦胧。魏明打横抱起我，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我松了口气，忍不住逗他，在他耳边呵气。魏明从耳朵红到脖颈，青筋暴起，紧张的吞咽口水，没好气的警告我，小爷我从来不趁人之危。但是等你好了，魏明冷笑一声，我可得好好跟你清算。宴会上人来人往，我躲在魏明怀里装贺唇，忍一下，再忍一下就好了。可惜神没听见我的祷告，魏明迎面撞上了匆匆赶来的冯年。我眯眼看他，跟预想中的他很不一样。冯年衣着凌乱，胡子拉绡的出现在宴会厅，是那么格格不入。他焦急的对上魏明的眼，故作镇定，把于白交给我吧。魏明冷笑一声，你智障吗？你俩都离婚半年了，交给你让你欺负他吗？让开！我感觉越来越难受，手指在魏明的腰上不断摩拳。魏明咬牙切齿，警告的看我。我眨眨眼，表示十分无辜。冯年就被晾在那里，几个保安拦住他的去路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我被带走，无能为力。小小的冯家在魏家眼里根本就不够看。看着冯年吃瘪的样子，我笑了出来。我这是抱上大腿了吗？魏明比我更烦躁。闭嘴吧你！什么时候真给我抱再说。魏明带我去医院，几番折腾下来，药劲儿终于散了。我虚弱的躺在床上，小口小口的喝着粥。你父亲那里，你想怎么办？我愣住。报警吧。小时候怕他，是因为他那时仗着父亲的权威，成年人的体格让我无力反抗。长大被压制，是因为他拿着我亲弟弟的生命前途做诱饵，我无法抵抗。如今我挣脱牢笼，一切的一切都该结束了。警察把他带走的时候，他恶狠狠的朝我碎了一口。生你这么一个贝塔到底有什么用？还想把你老子送进去，只可惜他一生之中干过的缺德事太多，下辈子想要再出来就难了。空荡荡的屋子，空荡荡的我，连公司都快只剩一个空壳了。
我疲惫的躺在床上，接到了冯年的电话。他嗓音沙哑，像是很久都没有喝过水了。于白，我能见你一面吗？我的心里泛起异样，觉得哪里不对，却又说不上来。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交谈的必要吗？在冯年的恳求下，我还是去了。我推开门，就看到冯年在厨房里忙活。他把家变成了我记忆中跟我表白时的样子。这又是闹的哪一出？冯年今晚显然是精心收拾过的，他眼中有我看不懂的情绪。于白，你能给我一次重新追求你的机会吗？我不解，还觉得可笑，饶有兴致的盯着他。我为什么还要给你机会？你的淑语呢？你的嘴甜腰软的 Omega 呢？冯年羞愧不已，坐在沙发上捂住自己的头，跟我一遍又一遍解释。冯年的公司早就出了大问题，离婚前半年他一直游走在各个 Omega 之间，只是为了要拉拢他们来填补公司的空白。他向我发誓，他从来都没有碰过那些 Omega， 他最爱的人只有我。那淑语呢？冯年没了话，痛苦的捶自己的胸膛。他扑腾一声跪下，给我道歉。淑语那是个意外，他被人勾起了发情期。我喝多了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怎么就……我冷哼一声，心中即使没有爱意，却还是觉得恶心。别装了，你知道，你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。淑语是陈家最受宠的那个儿子吧，全家唯一的 Omega。拿下他，你就能完全拯救你的公司。我猜猜你为什么不好过，是因为是负了淑语，被陈家报复了吧？你既然早就知道他的身份，想利用他，又怎么做得如此毫无胜算呢？我毫不犹豫地戳破了他虚假的泡沫。冯年瘫坐在地上，原来你什么都知道。这一刻，我突然对他生出了怜悯。你也是挺蠢的。我没再理会冯年的求饶叫嚷，一回家就看到魏明混不吝的坐在门口，叼着根狗尾巴草，坐立难安。一看到我回来，就冲了上来。我让他进来，他紧紧的跟在我身后走，欲言又止，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。我觉得好笑，故意晾着他。他终于忍不住把我的手按在桌子上，扯着嗓子给自己增加底气。你跟冯年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似笑非笑的盯着他。魏明的底气越来越不足，烟头一脑的转身要走，那股可怜劲儿真是拿他没办法。能怎么回事？离婚了也还是朋友，怎么就不能坐下来吃顿饭？魏明嘟嘟嚷嚷，当然不行了。万一你俩旧情复燃了怎么办？我把沙发上的玩偶甩到他身上。没有旧情。感慨一下我当时识人不清，怎么就爱上了他？魏明喜不自胜。那当然是因为眼瞎啊！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他连忙改口。但你现在慧眼识珠，一定能看到有情人吧？他故意眨眼，我佯装看不见。有些事情急不得，拒绝冯年后，他还是没有死心，总是三天两头的来找我，惹得魏明很是幽怨。说不上来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冯年哪里变了。他看着我的目光越来越深沉，痛苦，还有莫名其妙的恐惧。他几次给我打电话求我原谅，我只能无奈的把他的电话号码拉黑。冯年又堵在了我家门口，恰巧撞见魏明送我回家。他失魂落魄，瞪着眼睛看我。你们这是在一起了？魏明冷哼一声，托您的福，还没有。冯年的眼中迸发出了光。魏明嘲讽他，别自作多情了大哥，他是被你伤害的不相信爱情了。又不是因为还喜欢你。冯年被忍得没话说。我走上前，你走吧，我们都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他痛苦的朝我喊，不，你不懂，你要是不爱我，我永远都没有新生活了。冯年冲上来扯住我的手，痛苦嘶吼，于白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再也不去找什么 Omega 了，我们就两个人消消停停的过日子好不好？魏明一拳打在他脸上，两个人扭打起来。他打人很猛，又很有巧劲儿。冯年没几下就疼得不说话。大渣男，你有病吧？怎么说出这么官宽堂皇的话的？你爸没教会你怎么爱人吗？没教会你怎么喜欢别人吗？
蠢东西！我上前将两人拉开。冯年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不会再原谅你，也不会再喜欢你。我们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可能了。如果你再来打扰我的生活，我就报警了。冯年的脸越来越扭曲，不甘心地离开。魏明转身一把将我抱住，痛心疾首。如果我早点来就好了，你就不会遇到这么十恶不赦的大渣男了。我被他突如其来的情绪搞得哭笑不得。余光中瞥见冯年还躲在暗处直勾勾地盯着我们，我心下不安，再三叮嘱魏明，最近出门小心一些。魏明是小心了，不小心的是我。叫代驾叫到前夫，这概率也是极少的。我想要扯开车门，却发现被锁得严严实实。冯年戴着鸭舌帽，穿着最普通的衣服，难怪我一时没有认出来。我故作镇定，你这是想要干什么？冯年嘘了一声，让我不要吵嚷。他转过脸，竟然像苍老了10岁。我只是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来到仓库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自己被冯年绑架了。可我一没有钱，二没有色。他如今绑架我，不会是想要出一口恶气吧？看着这张面目可憎的脸，我开始懊悔自己怎么喜欢上了这么一个人渣。冯年，你越来越让我觉得恶心了。他喃喃自语，恶心也没关系，只要你原谅我就好。冯年的笑声让我头皮发麻，他把我绑在凳子上，拿着戒指单膝跪地。于白，过去的一切都是我做的不对，你原谅我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他笑得诡异，像是受了什么刺激。别做梦了，冯年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只不过短短几个月，冯年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他像是头疼一般，抱住自己的头蹲在地上尖叫。于白，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啊！你不原谅我，我会死的。我好不容易挣脱凳子上的绳索，就听到这么一句，顿时大惊失色。冯年，你在说什么鬼话？他疼得在地上打滚，我过去戳戳他。就听到冯年在那喃喃自语，在他的只言片语中，我拼凑出了一丝真相。在冯年的口中，他是重生回来的。上辈子他辜负我，也辜负了舒雨，没过几个月就被折磨得不成样子。他光鲜亮丽的人生全被毁了，而我却在脱离他之后越过越好，却在窥探我生活的途中不幸被车撞死。他遗憾自己没有跟我道歉，再次醒来竟然回到了离婚后的半年后，还绑定了旧爱拯救系统。系统说只要我原谅他，就会让他回到3年前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如果任务失败，他将永远消失，再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。我冷笑一声，一脚踹到冯年身上。他像是清醒一般，立马站了起来。于白，既然你都知道真相了，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对吧？你那么善良，那么可爱，让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甩开他，拉着我的手。别做梦了，冯年，你根本就不是想要跟我回到过去，你只不过是舍不得你光鲜亮丽的人生，你只不过是怕死而已。冯年，你最爱的人只有你自己。他苍白无力的向我解释，诉说我们之前的种种，诉说我对他的爱意。我越听越恶心，一拳一拳砸在冯年的脸上。你是傻缺吧，冯年，清醒一点，不管你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，你早就没有了弥补的立场。我不会再心软了，那个永远围绕着你转的于白早就没了。你打心眼里瞧不起贝塔，爱我也不过试图一时新鲜而已。那些漂亮的 Omega 带出去很有面子吧？我一步一步戳穿他的幻想，冯年终于崩溃，瘫坐在地上，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。我刚走到门口，魏明就带着警察一把将门踹开。看着痛哭流涕的冯年和风轻云淡的我，他目瞪口呆。你竟然还有这种实力，太棒了！冯年被带走，我脱了力，瘫在魏明的怀里。我也并不如表面那样风轻云淡。我把刚才的事对魏明脱口而出。他抱住我愣了一会儿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，那在那个世界里我们有没有在一起啊？我破涕为笑，一下扑进他的怀里。在一起了。
我们幸幸福福的生活在一起了。